今天講講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那段歷史，通過一部《太平年》引起關注。事實上，那只是在短短72年中發生的故事，而魏晉南北朝的歷史跨度卻達到了369年。作為中國歷史上跨度最長的一段大分裂時期，它比五代十國更加混亂血腥，但同時也是一個英雄辈出的时代。也許正是因為混亂，很多人想了解這段歷史時會覺得糟心，摸不到頭緒。不要緊，今天這個視頻會使您豁然開朗。魏晉南北朝指的是公元220年東漢滅亡至公元589年隋朝再度統一這369年中發生的事情。總結起來就是三大階段：魏朝、晉朝還有南北朝。魏是指滅亡東漢並承襲了漢朝正統的魏國，始於曹丕篡漢的公元220年，也稱魏蜀吳三國時期。晉分為西晉和東晉，西晉的司馬氏奪取了曹魏的政權，滅掉蜀和吳，建立正統王朝。西晉滅亡後，北方陷入混亂，出現了五胡16國，南渡到建康的司馬氏皇族建立了東晉。也就是說，這個時期中國分成了北方的16國和南方的東晉兩大塊。南北朝就是南朝和北朝，只看名字就知道它是分裂成两半的。它们的形成自然源於北方的五胡16国和南方的東晉。16國中的前秦在公元376年短暫統一北方，就想統一全國，結果在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戰中被東晉打敗，又退了回去。這一戰兩家都大傷元氣，東晉陷入內鬥後最終滅亡。劉裕篡位建立劉宋，這是南朝的開始。劉宋滅亡後陸續建立了齊梁陳，都是後浪把前浪拍在沙灘上。而前秦退回北方後，北方再度分裂，直到439年北魏重新統一，這是北朝的開始。北魏分裂後形成了東魏、西魏，東魏被北齊取代，西魏被北周取代，北周滅了北齊，成為北朝硕果僅存的政權。最終在公元581年，北周权臣杨坚奪取皇位，建立隋朝。在北周滅亡的8年後，也就是公元589年，杨坚又滅了南朝的陳朝。至此，魏晉南北朝亂世終於統一。下面我們從三國時期開始，來詳細了解這段蕩氣迴腸的歷史。魏國時間退回到東漢末年，皇室衰微，群雄并起。公元207年，曹操在先後擊敗呂布、袁術、袁紹和北方的烏桓勢力後，基本統一了北方。此時正統王朝還是漢朝。曹操在公元212年受封魏公，公元216年加封魏王，已經是此時的無冕之王。公元220年，曹操逝世，同年曹丕廢掉漢獻帝，建立魏國。曹魏歷經5代皇帝，執政46年。公元266年，司馬炎逼迫曹奂禪位，建立西晉。關於晉朝初建的年份，一直有265還是266之爭，實際上兩種說法都是正確的。265是中國農曆年號紀年，禪位發生在咸熙2年12月，按公曆換算，對應的是公元266年2月8日。蜀國曹魏篡權後，劉備在次年，也就是公元221年建立蜀漢政權。《三國演義》中把劉備的蜀漢當作正統朝廷，正史《三國志》中則認為魏國才是正統。道理也很簡單，如果朝代滅亡後，每個遠房親戚都能建立正統朝廷，那歷史不就亂套了嗎？漢獻帝是否情願並不重要，但曹魏接受了正規的禪讓，所以才能被視為正統朝廷。而蜀漢本質上只能算是割據政權。蜀漢歷經2代，一共43年。公元263年，魏國滅亡了蜀漢。吳國見到曹丕和劉備先後稱帝，孫權也在公元222年選擇獨立，建立吳國，並在公元229年正式稱帝，定都建業，也就是後來的建康。建康是個好地方，後面的東晉也是選擇這裡做了國都。東吳歷經4代，共計59年，是三國中存在時間最長的國家。公元280年，東吳被已經篡奪曹魏政權的西晉所滅，三國從此歸晉。
我們先來說晉朝中的西晉。西晉分成2個階段來說就可以了。第一部分很簡單，就是司馬炎時期，公元266年建立，280年統一全國。晉武帝司馬炎得意忘形，效仿周天子，大封諸侯王，開歷史倒車。他一口氣封了28個諸侯王，這為後來的群雄並起埋下了禍根。接下來的第2階段就是八王之亂。作為一個短命的王朝，西晉為中華大地種下了深重的苦難。整個魏晉南北朝這段亂世中，最亂的就是晉朝建立後的時期。那麼導致西晉滅亡和後面幾百年亂世的八王之亂是怎麼發生的呢？八王之亂因為參與人數多，跨度時間長，所以看似很複雜。在這裡我用簡單的方法來提前復盤一下，方便你快速理清頭緒。實際上，八王之亂是以曹魏時期4個重要城鎮為核心展開的，它們分別是首都洛陽和圍繞首都的3個重鎮長安、許昌和鄴城。首都洛陽是京師禁軍，長安都督雍涼地區，鄴城都督河北，許昌則都督整個河南。大致經過如下：司馬炎死後，晉惠帝即位。第一階段，老許昌的2個王爺進洛陽鬥外戚，隨後被皇后殺死。第2階段，9年後，洛陽禁軍王爺殺了皇後，篡位登基，又被許昌的新王爺、鄴城的王爺除掉，由許昌的新王爺掌權。第3階段，鄴城有2個王爺，小一號的被留在洛陽監視許昌這位新掌權的王爺，小號王爺伺機殺了許昌王爺，想掌控大權。第4階段，鄴城的大號王爺聯合長安王爺殺了這個小號王爺，隨後鄴城大號王爺被洛陽禁軍新王爺擊敗，挾天子逃跑，投靠長安王爺。第5階段，洛陽禁軍新王爺先後殺死了鄴城王爺和長安王爺，八王之亂結束。下面我們來詳細說說八王之亂的具體走向。晉武帝司馬炎的第一位妻子武元皇後名叫楊艷，她生下的太子就是那個何不食肉糜的司馬衷。她當然知道自己的兒子不太聰明，所以在公元274年病危時，極力向司馬炎推荐，立自己的堂妹杨芷為繼後。楊芷不負堂姐众望，對司馬衷視如己出，但楊芷的父親楊駿卻野心勃勃。公元290年，司馬炎死後，楊芷為皇太后，司馬衷即位為晉惠帝。這個智商明顯有問題的皇帝，順理成章成了他人的傀儡。把持朝政的人實際上是楊駿。權傾一時的楊駿囂張跋扈，引起不少司馬同族的怨恨。意見最大的是司馬懿的兒子汝南王司馬亮和司馬衷的2個兄弟楚王司馬瑋、淮南王司馬允。司馬衷雖然傻，但他老婆皇后賈南風卻不是省油的燈。賈南風在當皇後之前，就因為怕自己失寵，害死了司馬衷好幾個懷孕的妃子。此時豈肯眼見大權旁落，於是先下手為強，以謀反的罪名約司馬亮、司馬瑋和司馬允到京師，殺掉楊駿並夷其3族。又以同謀為由，把皇太后楊芷幽禁至餓死。楊芷也由此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正統王朝被废的太後。外戚楊家的勢力被徹底消滅後，朝政大權落入身為皇帝長輩的司馬亮手中。秦王有功的司馬瑋負責掌管京師禁軍，賈南風當然不肯為他人做嫁衣，就以晉惠帝的名義下密詔給司馬瑋，說司馬亮要謀反，利用司馬瑋的禁軍殺死司馬亮後，馬上翻臉不認賬，以偽造皇帝手詔的名義殺死了司馬瑋。就這樣，八王之亂的首輪以2王被殺暫時中場休息。皇后賈南風得償所願，掌握了朝政大權。手握重權的賈南風並不滿意，想在老公死後能當上皇太後，終生把持朝政，但面臨2個重大問題，使這件事難如登天。一是太子不是自己親兒子，第2點也是最重要的，他自己也沒有兒子。不過這難不倒他，因為他已經瘋癲了。賈南風的辦法是除掉太子司馬昱，再把妹夫的兒子韓魏祖過繼到自己膝下，立韓魏祖為太子。於是他用計強行廢掉並殺害了太子司馬昱，此舉也為他招來殺身之禍。晉武帝司馬炎當然知道自己的兒子智力有問題，之所以仍然把江山交給司馬衷，除了尊重2代皇後，
更重要的是看好司馬衷的兒子，也就是皇孫司馬昱。而且司馬昱在群臣中威望很高，賈南風居然敢殺害老皇帝隔代指定的继承人，立即引發了朝野震動。這時掌握洛陽禁軍的趙王司馬倫終於出手了。在這裡介紹一下司馬倫，他是司馬懿的第9子，屬晉惠帝的爺爺輩。此前一直忠心跟隨賈南風，也因此才得以掌管洛陽禁軍。他完全有能力阻止太子被殺，但他沒有拯救司馬家的後代，反而暗中幫助賈南風傳播太子造反的謠言，等於是幫了賈南風一把。眼見太子已死，突然跳了出來，指認賈南風偽造皇帝詔書和殺害太子，出兵捉拿了賈南風及其黨羽，之後斬草除根，逼死賈南風。此後自封相國，掌握了朝政大權。在這裡不禁一聲嘆息，聯想到他父兄的落水之事和當街弑君，司馬倫搞陰謀的本領，當真稱得上是根正苗紅了。此時那位幫助賈南風鎮壓楊俊的淮南王司馬允看出司馬倫的野心，率領手下把司馬倫圍在府中，想殺掉他。司馬倫的兒子重金招來刺客，假借皇帝傳詔書刺殺了司馬允。也正是因為司馬允剛出手就被滅掉，存在感太低，所以才沒有入列，否則八王之亂就變成9王之亂了。公元301年，司馬倫軟禁晉惠帝，篡位自立。所有國政事務壓在頭上時，才開始後悔，不篡位。這些事情都有皇帝頂着，現在全落在自己頭上，他感到完全應付不來。很快國庫告急，再加上他亂封官，連坐頂戴花翎的貂毛都不夠用了，只好用狗毛來替代。這就是成語狗尾續貂的由來。協助他除掉賈南風的功臣齊王司馬囧沒有分享勝利果實，反而被外派許昌，由此心生怨恨。不久後，聯合鄴城的成都王司馬穎、長安的河間王司馬雍發起了3王起義。此役中，司馬倫被消滅，司馬囧重新擁立晉惠帝復位，他自己則順理成章掌握了朝政實權。司馬囧手握大權後，驕奢淫逸，鬧得京師百姓怨聲載道。而且此時太子已死，晉惠帝只剩下一堆女兒，這意味着将來天下就是司馬囧家族的了。司馬穎和司馬雍看着眼紅，便開始密謀除掉司馬囧，並約定事成之後廢掉晉惠帝，由司馬穎當皇帝，司馬雍當宰相。可是找什麼借口出兵呢？他們想到了一條毒計。此時長沙王司馬懿也在洛陽，挑起他們內訌，等京師打起來，我們就可以借口出兵，然後再伺機而動，撿落地桃子。於是他們公開上表朝廷，歷述司馬囧的種種罪行，並建議司馬懿起兵誅殺司馬囧。皇帝軟禁在司馬囧手中，表彰自然是他先看到。這麼明顯的離間計，司馬囧也沒看明白，頓時坐不住了，想先下手除掉司馬懿。結果他的威望和能力遠不及司馬懿，反被司馬懿擒住並斬殺。之後也沒什麼懸念，朝政大權又落在司馬懿手中。但與以往有所不同的是，司馬懿對晉惠帝比較敬重，所以這也是司馬衷餘生中度過的為數不多的快樂時光。好景不長，司馬穎和司馬雍見計策落空，先是派人刺殺司馬懿，失敗後共同舉兵27萬進攻洛陽。雖然人數上占優，但司馬懿為人風評不錯，手下齊心協力，雙方苦戰數場後進入對峙狀態。按理來說，這樣的戰局對司馬懿比較有利，因為相對於他這個守方，對方畢竟是長線作戰，只需堅守一些時日，戰局很可能出現轉機。可就在此時，另一個老六出現了，他就是東海王司馬越。先介紹一下這個司馬越，他是司馬懿弟弟的孫子，平時也特能裝孫子。史書上稱其有布衣之操，也就是說，他雖然是宗王，但謙虛低調，低眉順眼，就像尋常百姓一般。也許正是因為他太會掩飾自己，所以陰謀難以被人察覺。身為洛陽禁軍的一員將領，他突然發起內訌，臨陣倒戈囚禁了司馬懿，並獻給司馬雍的部將張方，司馬懿由此被殺。為什麼獻給司馬雍的部將張方，而不是獻給司馬雍本人呢？很簡單，司馬雍只派了部將去前線，自己則躲在長安看熱鬧。所以這場戰役的最大受益人
是親自帶兵出征的司馬穎，而司馬雍只是得到大量封賞。司馬穎先是自立為皇太帝，這樣一來，晉惠帝死後，他就可以兄終弟及，繼承大位。另外，他發現洛陽權貴對自己很不友好，決定繼位後遷都鄴城。事情安排妥當後，就起身回鄴城遙控洛陽的朝政。他這些行為再加上骨肉相殘，篡逆之心已昭然若揭，因此人心向背。司馬越當然也注意到這一契機，覺得趁機擊敗司馬穎，自己可以掌握朝政大權，於是發出討賊檄文，四處招兵買馬，短短時間竟聚集10餘萬人，攜天子晉惠帝一起浩浩蕩蕩向鄴城進發，討伐司馬穎。結果首戰即被擊潰，這不能全怪他無能，主要是司馬穎幾乎沒有做臣子的下限。他下令向皇帝的鑾駕萬箭齊發，晉惠帝的臉上中了3箭，險些喪命。司馬越只得丟下皇帝落荒而逃，回到位於山東的東海封國。晉惠帝也再度落入司馬穎手中。此時的晉惠帝居然哭了，這是史書中唯一一次記載晉惠帝哭泣的記錄。也不知他是臉上的箭傷發作，十分疼痛，還是為自己多舛的命運擔憂。這都不是重點，最重要的是讓一位傻子皇帝，自己的親哥哥如此狼狽地在眾人面前失聲痛哭。這個場景讓司馬穎尷尬不已的同時，已經足以引起天下眾生的同情和憤怒。并州刺史司馬騰和幽州都督王浚一起加入司馬越的陣營，引入鲜卑，捷足雇傭軍從鄴城北邊的幽州方向攻擊司馬穎。司馬穎危急之下想請匈奴支援，可沒等匈奴趕到，他就放棄鄴城，挾持着皇帝逃往洛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次戰役中，捷族的首領石勒還有匈奴的首領劉淵開始登上歷史舞台，為後來的五胡亂華埋下了伏筆。司馬穎一跑，河北陷入無政府狀態，天下大亂。胡人在這裡刷了很多作戰經驗。話說回司馬穎，他帶着皇帝逃到洛陽時，洛陽正被司馬雍的部將張方所控制。張方就是之前殺了司馬懿的那位。他一看司馬穎已經是光杆司令，就挾持司馬穎和皇帝到主子司馬雍那裡邀功。就這樣，皇帝又到了長安，這引發了洛陽權貴在內整個關東士族的不滿。他們認為此舉無異於變相的遷都，動搖了洛陽的都城地位。加上張方在洛陽撤退前燒殺搶掠，甚至以宮女為食的惡行引發众怒，司馬穎和司馬雍四面楚歌。此消彼長之下，作為他們目前主要對手的司馬越，支持者越來越多，成了討伐二人的盟主。公元305年，司馬越以救駕名義出兵，四處紛紛響應。司馬穎被殺，司馬雍雖向司馬越投降，但司馬越決心斬草除根，也將其誅殺。公元307年，掌握大權的司馬越毒死晉惠帝，用晉惠帝的弟弟司馬熾為晉懷帝，八王之亂至此結束。總結一下八王之亂：皇后賈南風殺了司馬亮和司馬瑋，司馬倫殺了賈南風，司馬囧殺了司馬倫，司馬懿殺了司馬囧，司馬雍聯合司馬穎殺了司馬懿，司馬越又殺了司馬雍和司馬穎，整個就是司馬大亂鬥。老實說，讀完這段稿子，我也鬆了口氣，滿紙的司馬二字在眼睛裡已經開始放大變形了，代表洛陽的司馬越成為最後贏家。但是從大局看，整個西晉全都是輸家，連年戰亂造成國力極度損耗，天下滿目瘡痍。諸侯王們為博勝利不計後果，紛紛引入外族勢力當打手。但虛弱的中原王朝能請神卻不能送神，此時無論主動還是被動，中國北方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五胡亂華的分裂混戰。公元311年，司馬越討伐在江漢一帶四處劫掠的軍閥石勒，身為主帥的他卻在途中病逝，導致西晉最精銳的主力部隊全軍覆滅。匈奴貴族劉璁聯合石勒，趁虛攻破洛陽，制造了永嘉之亂，俘虜並在2年後殺害了晉懷帝，大肆屠殺晉朝官員百姓。得知晉懷帝遇害，晉閔帝司馬邺在長安即位，試圖延續晉朝香火，在石勒的不斷進攻下，最終因斷糧不敵，投降了石勒，歷盡屈辱而死。
此時已是公元317年，西晉至此滅亡。西晉共歷4代皇帝，執政52年。下面就是東晉的故事了。北方戰亂不斷，中原漢族臣民紛紛逃往南方避禍，史稱衣冠南渡。公元317年，也就是西晉滅亡的同年，琅琊王司馬睿在群臣擁戴下，於南京稱靖王，次年稱帝，是為晉元帝。東晉政權正式建立。東晉是一個很神奇的朝代，從任何角度來看，它都不應該存活那麼久。幾個皇帝在5歲前即位，有一個比司馬衷還傻，但他居然搖搖晃晃堅持了103年。東晉的建立初期，政權就談不上穩固，因為江東地區並不是司馬家族的地盤，扶持司馬睿立國的是南方本土與北方遷來的士族大家。其中最關鍵的2個人物是王導和王敦。當時甚至有句民間俗話，王與馬共天下，意思是說王氏家族和司馬皇室共同統治着東晉政權。大家都知道一個常識，那就是皇權不容分享。出現這種情況，只能說明司馬氏的皇權事實上是非常孱弱的。下面我們就以編年史的形式走一遍東晉流程，再來分析他為什麼活了103年。晉元帝司馬睿是司馬懿曾孫，但他的祖父司馬昭出身庶子，到他這裡就已經出了3府，因此在司馬家族中向來不受重視。公元290年，15歲的司馬睿子承父業，襲琅琊王爵，這只是遠方親戚邊緣化後的安慰頭銜，沒有什麼實權。同年4月，晉武帝司馬炎駕崩，隨後就是前面提過的八王之亂，司馬睿能力有限，因此也沒有捲進去。琅琊郡位於山東東南及江蘇北部，司馬睿與東海王司馬越關係一直不錯，算是他的堅定支持者，同時也與本地頭等氏族琅琊王氏關係很好。司馬越取得八王之亂最終勝利後，卻毒死了晉惠帝。王氏家族的王導預感天下即將大亂，開始鼓勵司馬睿自立門戶。司馬睿躊躇之際，命運的齒輪開始轉動。起因是司馬越見到胡人日益強大，為了留條後路，安排司馬睿到江東打前站，搞個第2根據地。這事情原本難度不小，因為西晉滅吳的緣故，江東士族對司馬家族比較敵視。他們也知道北方越來越亂，希望有個共主來保護江東，抵抗北方胡人侵犯。只不過剛開始他們沒看上司馬睿，而是傾向於西晉官员陳敏。陳敏何許人也？他本是清正廉潔的小吏，被司馬越拉攏得到兵权，受到江東士族擁戴後，漸生野心。公元306年自立楚王，想效仿孫策割據江東，期間迅速腐化，治國無方，官員貪污腐敗，把江東搞得烏煙瘴氣。江東士族忍無可忍，聯合司馬越消滅了陳敏。此時琅琊王氏的王導王敦兄弟嗅出機遇，遊說江東，承諾寬政善待，江東的士族才開始接受司馬睿。司馬睿即位後，王導主外，王敦主內，在事實上把握了朝政大權。雖然任用了一些南方士族，但北方士族明顯占上風，這引起南方士族的不滿，因為在他們眼裡，司馬睿一行人只是南逃的難民，如今卻鳩佔鵲巢，反客為主了，於是密謀政變。司馬睿在王室支持下，拉一批打一批，再拉一批，之前的全推倒，逐步瓦解了江東士族的凝聚力。還沒等鬆口氣，按下葫蘆起來瓢，琅琊王氏卻又開始鬧事，也就是史稱的王敦之亂。起因是司馬睿不想王氏兄弟專權，提拔了刁協和戴淵等人，試圖形成制衡局面。王敦認為他想卸磨殺驢，於公元323年在荊州起兵，攻陷建康後殺死刁協等人，並自立丞相。司馬睿被架空後鬱鬱而終。太子司馬紹即位，是為晉明帝。第2年伺機反撲，王敦戰敗而亡。王導沒受牽連，反而得到進一步重用。第2年，也就是公元325年，27歲的晉明帝病逝，太子司馬衍即位為晉成帝，年僅5歲，由他的舅舅於亮和王導共同輔政。於亮排擠王導，隨意殺害官員。公元327年，
溧陽守將蘇峻聯合壽春守將阻約討伐余亮，攻入建康，大肆燒殺搶掠。晉成帝司馬衍被囚禁。4年後，征西大將軍陶侃與江州刺史溫峤平定蘇峻之亂，司馬衍和王導重新執政，東晉王朝再次轉危為安。此後度過了平安的10餘年。公元342年，22歲的司馬衍病逝，因為他的兒子太小，由其弟司馬越繼位，是為晉康帝。2年後，23歲的晉康帝駕崩，2歲的司馬丹繼位為晉穆帝。晉穆帝時期，龍抗桓氏門閥的代表桓溫武力充沛，向西滅掉成漢政權。東晉的版圖有所擴大，在朝廷的刻意打壓之下，他仍然堅持北伐，並收復了洛陽。公元361年，19歲的晉穆帝去世，司馬衍的兒子司馬丕即位，是為晉哀帝。桓溫任職大司馬，多次興兵北伐，均草草收場，導致國力損耗嚴重。北方的鲜卑趁機多次犯晉，東晉從此開始走下坡路。司馬丕整天煉丹吃藥，公元365年中毒駕崩，因為沒有子嗣，兄終弟及，由他的弟弟司馬懿即位，也就是晉廢帝。桓溫一直想篡位，又找不到借口，就找茬說皇帝陽痿，無法生育後繼無人，改立開國皇帝司馬睿的兒子司馬昱為帝，是為晉簡文帝。此時距東晉開國皇帝司馬睿去世已有40多年。53歲的司馬昱眼看桓溫清除異己，大肆殺戮，卻無能為力，在8個月後憂憤而死。他的兒子年僅11歲的司馬曜即位，桓溫繼續獨掌大權，直到2年後的公元373年，桓溫去世，東晉王室才長長的出了一口氣。不過情況只是你方唱罷我登場。為防止桓溫的弟弟桓衝獨占大權，其餘門閥推出陳俊謝氏，掌握兵權以制衡桓氏家族，代表人物是謝安。由於掌握兵權，這使東晉的實權事實上是由河南的謝安和太原王坦之把握。王坦之死後，謝安成了名副其實的宰相。說穿了，仍然是門閥政治格局。有人說東晉很弱，這種理解是錯誤的。事實上，在歷代中國南方的政權中，東晉的武力都是排得上號的，只是門閥過多，都怕對方做大做強，彼此互相牽制，很多的精力都用在了內耗上。已故的桓溫有收復洛陽的戰績，就連此時的謝安也組建了赫赫有名的北府兵團，令敵人聞風喪膽。在此期間，前秦天王苻堅滅掉了錢糧、代國等割據勢力，暫時統一了北方，就開始覬覦東晉。公元383年爆發了著名的淝水之戰，在謝安的指揮下，晉軍大敗前秦軍。此戰的重大意義在於，它直接決定了2個王朝的未來走向。前秦失敗後，北方各民族紛紛脫離前秦統治，再次回到四分五裂的局面。東晉作為戰役的勝利方，延續了命脈，並且擴大了版圖。但是各氏族擔心謝安做大做強，聯合打壓，迫使其交出兵權，權力的真空，使長久以來被氏族壓制的皇權重新登頂。司馬曜一掃往日被門閥控制的局面，成為整個東晉最有實權的皇帝，志得意滿之後日益腐化，由此加速了東晉的崩潰。從這一點上看，前秦和東晉都是這場戰役的輸家。公元396年，司馬曜酒醉後瞎說大實話，抱怨侍寢的張貴人人老珠黃，被張貴人用棉被活活悶死。由於事發倉促，他的長子司馬德宗被拉過來臨危繼任，是為晉安帝。司馬德宗是個不折不扣的低能兒，連冷熱都難以分辨，傻子当皇帝，自然再度失去權威。很多将領紛紛叛變自立。當時的情況有多亂呢？首先是公元397年，兗州的王氏和豫州的虞氏聯合造反，次年2家又聯合荊州、廣州刺史再次謀反。被鎮壓後不到2年，浙江、江蘇又爆發了孫恩為首的農民起義，直到402年才被成功鎮壓。也就是這一年，桓氏家族的桓玄攻陷建康，篡位稱帝，改國號為楚，將晉安帝貶為平固王。桓玄事實上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将領，無論軍事才能還是政治才能，
都稱得上是百年難遇的奇才。但是從事情的走向看，只能說天命不在他身上，因为上天分配給他的对手是位千年一遇的英雄刘裕。刘裕出身贫寒，早年籍籍无名，加入謝安的北府軍团後，卻仿佛開了外掛，完全憑借個人努力，在10多年的時間，從普通的大頭兵一路升職到冠軍府司馬的位置。除了軍事才能出色，個人也武力值爆表，有人甚至稱其與楚霸王有一比之力。關於他的精彩故事會單開一期來說，在這裡先略過。公元404年，劉裕擊敗桓玄，迎晉安帝復位，自己則掌握東晉大權。此後，劉裕一邊北伐攻南燕滅前秦，一邊平定內亂和割據勢力，使南方出現100年未有的統一局面。按事態的發展來看，劉裕如果年輕10歲，完全有統一天下的可能。只是此時的他已經56歲，在當時已屬高齡。自知命不久矣的劉裕看到兒子劉裕福才10多歲，為了死後兒子能順利上位，公元419年，他殺死了37歲的晉安帝，次年又逼晉恭帝禪位，代晉稱帝，定國號為宋，是為劉宋。晉恭帝司馬德文被貶為零陵郡王。次年，劉裕為爵後患，將其斬草除根。之後，劉裕繼續追捕司馬氏遠支，幾乎將司馬氏族趕盡殺絕。至此，東晉正式滅亡，享國103年，歷史進入南北朝時期。說到這裡，該總結一下為什麼東晉能活103年了。多數說法認為司馬炎重視洗腦，還有道德倫理、禮法綱常的教育，所以後面的臣子都比較尊重皇帝。還有說是北方五胡16國一直在混戰中，無暇攻打偏安一隅的東晉，成規模的只有前秦那麼一次，實屬運氣好。其實我們仔細觀察東晉的生存體系，會發現它更像是卡住了歷史的某種 bug。 東晉王朝宛如一個同時罹患高血脂和高血壓的病人，高血脂包裹住血管，避免了爆裂，高血壓又衝開了被高血脂堵塞的血管，二者缺一不可，維持着微妙而脆弱的平衡。人居然就這麼一直活了下來。為什麼這麼說呢？東晉作為門閥政治的典型，以4大氏族王氏、虞氏、桓氏、謝氏為基石，他們彼此牽制，都不願意有一家獨大，所以一直維持着皇帝這個吉祥物。有誰敢動這個吉祥物，其餘氏族就會群起而攻之。所以儘管內亂不斷，大家始終爭的卻都是那個掌握實權的2把手位置。而每當遇到亡國滅種的危機，各大氏族總會暫時放下內部紛爭，同仇敵愾，同時會出現一位英雄挺身而出，為東晉續命，事後又被其他門閥迅速壓制。最明顯的表現就是，當這種微妙的平衡在孝武帝司馬曜期間被短暫打破，皇權重新佔據主導時，眾人便紛紛離心離德，打起各自獨立的算盤。到了晉安帝時期，傻子皇帝上位，頓時樹倒猢猻散，門閥士族紛紛自立，同一時期爆發了多場起義，朝廷应顧不暇，桓玄才得以趁虛而入。隨後天降猛人劉裕出現，但是就連他也是先逐步掃清了門閥士族的力量，時機完全成熟，才把皇帝推到一邊。魏晉時期就說到這裡，下一期說後面的南北朝。